要说韩国人最爱的早餐标配，那必然是一碗物美价廉的牛血汤饭。它不仅是消除宿醉的神器，更能让你原地满血复活。而这家店只要5500韩元，约合人民币30元，汤和饭就能无限续吃，直到你吃撑为止。这种对牛血近乎狂热的偏爱，外人或许很难理解，但对于韩国食客来说，这就是清晨最实惠的救命稻草。凌晨3点半，当整个城市还在沉睡时，老板就已经准时出现在了后厨。这家店之所以能火遍街头巷尾，除了便宜，手里还握着一张王牌，那就是一锅传承不断的老汤。老板每天收摊时都会特意留下一部分当天熬得最浓郁的底汤，将其保存起来，掺入第二天新熬的清汤中继续炖煮。这就好比做馒头用的老面，越是经过时间的沉淀，汤底就越醇厚，保证了每一口汤都带着岁月的鲜味。老板到店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如山一般的食材。首先是大米，作为汤饭的基石，米饭的口感至关重要。用清水简单淘洗，注意不能洗得太狠，否则米香味会流失。随后加入适量的水，按下电饭煲的开关，静静等待蜕变。趁着焖饭的空档，老板开始处理配菜。牛血汤饭的灵魂伴侣必须是黄豆芽，这玩意儿在韩国汤饭界的地位无可撼动。洗净的黄豆芽被投入滚烫的沸水中进行汆烫，火候是关键，烫久了会软烂，烫轻了有豆腥味。断生的豆芽被迅速捞出，过一遍冷水。这一热一冷的物理刺激锁住了豆芽的脆生，让它在热汤里依然能保持咯吱咯吱的爽脆口感。紧接着是白菜，这种自带甘甜的蔬菜是汤底天然的味精，一早上就要消耗掉整整10筐，光是切菜这个动作，老板就要重复上千次。当所有的配菜准备就绪，今天的主角新鲜牛血终于登场了。处理牛血是一门技术活，搞不好就会满锅腥味或者碎成渣。老板小心翼翼地拆开包装，用碗边缘巧妙地将巨大的血旺切成不规则的大块，滑入沸水中。注意，这时候不能切得太小，因为在熬煮过程中牛血会收缩，太小容易煮散。这时候千万不能急着搅动，必须等待几分钟，让牛血表面定型。随后盖上锅盖，中小火焖煮10分钟。揭开锅盖，一股独特的肉香扑面而来。老板熟练地撇去表面的一层灰褐色浮沫，这是牛血中的杂质和腥味的来源。捞出后的牛血块必须再次经历冷水的反复冲洗，这一步能彻底去除血腥气，让口感变得紧实弹牙。洗净后的牛血块被改刀切成大小均等的方块，既方便入味，也方便食客入口。此时另一边的牛大骨已经准备就绪，老板先加入满1盒调料粉，接着加入切好的白菜，注满清水熬煮半个小时。待高汤沸腾时，处理好的牛血块倒入骨汤中，随着大火的催化，白菜的甜味、牛骨的醇厚、牛血的鲜香融合成一锅浓郁的深褐色醒酒汤。清晨6点，第一批食客准时推门而入。老板站在巨大的汤桶前，手里挥舞着汤勺，动作行云流水。他抓起一只黑色砂锅，先铺上一层爽脆的豆芽，再舀起满1大勺牛血盖在上面，浇上滚烫的浓汤，最后撒上一把葱花，盖个小帽，一碗沸腾的牛血汤饭便端上了桌。在韩国吃这碗饭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必须先把米饭直接倒进滚烫的砂锅里，做成汤泡饭。米粒吸饱了浓郁的汤汁，变得饱满油润。如果你觉得一碗不够吃，只需大喊一声，老板娘便会为你续汤续饭。在这里，没有精致的摆盘，也没有昂贵的食材，有的只是最扎实的用料和最朴实的人情味。